而选战倒数时刻，外国媒体也特别聚焦2024的台湾总统大选，因为对全球的局势带来了，对他们来说都是有非常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会牵动整个情势的发展。我们先来看到外国媒体是怎么样来看到台湾的总统大选呢？尤其我们先来看到日经亚洲，他们特别聚焦在年轻人的部分，他们说20岁到39岁，如果以这个选票来说，至少呢就有超过600万人，占合格选民将近30%多，而且呢，这个比例是高于60岁的选民，等于说这个年纪，而且这600万张票到底要投给谁，在整个选战当中伴有绝对性的影响。但是这群年纪的人到底关心什么呢？或许大家在之前呢讨论非常多的就是两岸议题，但是呢，他们也点出国内的议题恐怕也更为重要，包括薪资、通膨、平等，还有能源安全，甚至是社会正义，都是这一群20岁到39岁的年轻人非常注重的。那我们再来看到，其实像是美国的全国公共电台就说，其实他们特别聚焦的是台湾人这3个字在世代上的这个意义变化。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也说，其实以现在这个不同年龄层来说，对于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明显有分歧的情况。那英国的经济学人就说了，对中国来说，其实台湾的选举结果，不管是谁当选，都是近在眼前的危机。而且呢，他可能也透过这一次的选举结果还有过程，都看清政治能不能用来解决台湾问题。至于西班牙的《世界报》也说了，这个全球都是在讨论地缘政治的状况之下，秩序非常关键，而且中国的影子非常长，也非常真实，包括在海陆空军事的部分，还有在网络也都是加大施压。所以说，全球其实不同的媒体也都在关心到台湾的总统大选，但是我们要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哦，中美军方也在华盛顿的五角大厦举办了自从2022年停办以来第一次的正式会谈。那当然，美方的态度是重申一个中国原则，而大陆则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是不会有任何的妥协。在五角大厦举办第17次国防部工作会晤，这也是睽违2年多来同层级的官员再次对话。中方表示，美方应正视中方关切，多做有利于两军关系发展的事。中方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中美关系以台海问题最为敏感，尤其台湾总统大选在即，美国多次呼吁对岸别介选，中方则一贯回应别插手家务事。驻美代表于大磊拜会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时，强生没谈台湾大选，而是重申美国会协助捍卫台湾，遏阻中共军事挑衅。所以有谈到任何关于台湾选举的？就是祝福台湾选举一切顺利。那您有没有邀请他去台湾访问？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台湾大选结果牵动两岸关系变化，外媒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北京试图以空飘气球、网络假讯息等空战手段介选，并恫吓台湾人民要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抉擇，意圖動搖民進黨支持基礎。美方就強調兩軍溝通重要性，防止競爭變為衝突，又重申一個中國嘅承諾。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则在一场演讲中表示，台湾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将在台海战斗。大陆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回应，日本政客妄议中国内政，甚至鼓吹插手干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TVBS 新闻综合报道。在很多的外国媒体眼里台湾的选举就很像蝴蝶效应一样，很有可能在全世界就造成非常大的波澜。尤其如果台海掀开战火的话，彭博士就说了，全球的经济都会有非常大的损失，至少上看了10兆美元。我们先来看到他们假定的2个情境，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大陆真的对台湾开战，势必也会让整个美国卷入了这场区域的战争当中。第二个剧本，他们采用的是封锁的剧本，意思呢就是把台湾包围
起来，断绝台湾跟国外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以这样子的两种情境来看的话，到底对台湾还有对全球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考量4个点哦。第一个就是当然台湾我们知道我们半导体非常的强，还有整个区域的航运会受到影响，甚至贸易制裁、关税以及金融市场这些风险来做判别的话，第一年的 GDP 呢，台湾当然是重伤最惨的，损失了40个百分点。另外在中国大陆也损失了16.7%，美国连带受到影响6.7%的下滑，而全球整体来说至少也会下滑1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来看到第一年 GDP 受到这样的影响的话，已经超越了不论我们之前说的新冠疫情或是俄乌战争对于全球的影响。再来我们来看到，其实在过去的1年当中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频频的拉党结派，尤其在美中对抗的状况之下呢，尽量多拉一点自己的同盟国。在2023年的时候，他跟17个国家或是地区升级外交关系，这个数字也是破纪录的。而且呢，这个套路跟之前“一带一路”其实非常的类似专门锁定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给予援助或是贸易投资，企图呢希望可以拉拢全球南方，重塑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因为以现在来说，大部分其实的国家还是以美国的意见为依届，但现在中国大陆希望可以多多拉拢盟友，而且改变目前这样的情况。而专家也说了，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在哪里呢？是中国大陆跟西方的竞争区域。一旦跟中国的外交关系升级，就会被绑在中国阵营。等于说，在这个站在中国大陆这边的国家比较多的状况之下，跟美国谈判，还有跟美国对抗，似乎在整个声势上，还有盟友的数量上，都会比较有利。不过我们要来看到，说到两岸关系当然就是过去总统大选还有任何选举当中都是会拿来讨论的议题。但我们来看到德国之声外国媒体专访了前总统马英九，当中就问到这一题了。他说：“你认为可以信任习近平吗？”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如果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要相信他。”他到底是怎么说这句话的？我们一起来看到这则报道。马英九加油，国民党胜利！前总统马英九陪同扫街，蓝营小鸡士气高昂，但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谈话却引起争议。外媒询问对于大陆空飘气球飞越台湾的看法，马前总统认为赖清德主张台独是主因，因为大陆担心他这样的人，而他也建议，如果气球距离台湾太近，国防部应该要击落他。马英九加油！专访释出，就连蓝营都有杂音。马前总统被问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如拜登所形容是一位独裁者时，他认为回答前要先定义，而且这个词在两岸关系中并不重要，因为创造可以和平相处、无需使用武力的局面，比任何其他言论还要重要。对手趁机抢搭顺风车。相信习近平，相信自己比较安全嘛。马英九说两岸关系要相信习近平，当然不可信啊，当然不可信。这个侯兆佩呢，就是马英九的马前卒，难怪柯文哲主席会说。侯友宜是中共的支持者。至于能否相信习近平，他的答案是：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德国之声记者追问习近平的新年谈话，提到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为何这样还可以相信？马英九则回应，对岸也很清楚，统一不可能一蹴可及，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而且必须得到人民同意。要相信习近平。谢谢啊。所以马英九的讲法也不代表侯友宜的讲法侯友宜的讲法。就未来要以侯友宜的讲法为准啊。敏感问题，马英九的回答蓝绿白都不买单。TVBS 新闻花正生、李宗泽新北采访报道。2024年大家都会希望是一个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一年。不过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就点名了，其实现在在2024年当中有非常多的全球风险，当中排第一名的就是美选结果。他说第2名将会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只是他们认为说2024年恐怕对于以哈冲突来说还会有机会再度扩大。而第3名他点名的是乌克兰，认为说他们在国内2024年
有机会陷入分裂的风险。不过，他还是把美选的结果排在第1名哦。他甚至点名说，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让民主面对150年来从未经历过的考验。为什么要点名150年来这个时间点呢？指的就是内战。甚至他说，其实这一次在美选的状况之下，很像抛硬币哦，基本上对整个社会结构。还有政治机构，甚至他们的国际地位都有可能造成风险。甚至他是这样形容美国，他说是一个过度的分裂，甚至呢在很多功能都失调的已开发先进国家。那我们来看到，如果这2个人选上或是败选，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境吗？我们先来看到，如果川普败选的话呢，就很有可能指控这个。拜登本身这一次的选举就是一个诈欺行为，甚至呢有可能煽动广泛的恐吓活动。虽然说跟上一次可能会有鼓吹暴力啦、叛乱的行为，不会到这么夸张、这么严重，但是呢，更要担心的是，他的如果真的选上的话，第2个任期恐怕会把政府武器化，用来追击一些竞争对手，也用来镇压异议人士。那如果在今天拜登败选的话，民主党就会拒绝，有机会有可能拒绝确认川普胜利，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说，本身川普还是一个叛乱分子，甚至呢是非法上任。而且如果以这样子的状况来说，川普入狱的话，第2任期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是对拜登如果胜选而言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再来，我们来看到，其实以现在的状况来说的话，美国恐怕在国安层级上也有个大风险。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他去动了手术，是射护腺手术，但是美国总统拜登竟然毫不知情。现年70岁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从元旦开始秘密住院，但既然住院开刀一事，从上到下统统不知情，就连他的副手副防长希克斯都被蒙在鼓里。His prostate cancer was detected early, and his prognosis is excellent. 奥斯汀在去年12月初例行检查时发现罹癌，随后顺利进行微创手术并回家疗养，但在12月22号却出现恶心、腹部剧烈疼痛等并发症，经过诊断为尿道感染，在元旦送往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ICU 加护病房，隔天副手在不知情状况下接任，直到4号希克斯、国安顾问苏利文和美国总统拜登才知道他在哪住院。奥斯汀则在6号发出声明。I recognize I could have done a better job ensuring the public was appropriately informed. I commit to doing better. 只是他保密到家的程度，不止备受2党议员猛力抨击，五角大厦召开记者会时也遭到媒体呛爆。Was he going to tell the president about his cancer? Was he not going to tell the president? Why did he withhold that? Clearly you didn't know. Did the chief of staff know? 虽然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转达拜登的指令说没有打算开除他，但这时川普就跳出来呼吁要炒了奥斯汀，同时继续炮轰拜登，还自捧他执政时根本就不会发生乌俄战争和以巴冲突。We didn't have China talking every day about going into Taiwan. 跟台湾一样，美国今年1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尽管川普在共和党内民调依旧领先，但党内强敌海莉正紧追在后，在新罕布夏州只落后7个百分点，步步紧逼川普的票仓。TVB 新闻综合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1到周5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划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